事情还是依旧送上我们的花哈，来抱着吧。好，怎么又是我？哎，真是的。好，来，第一封你自己猜一下吧。兔小病号，大家一起祝福一下这个努力完成舞台的坚强小女孩吧，真是了不起！一开始听你说你要术后不到1周跳舞，我都惊呆了。我说算了算了，让老蒋扶着你唱完还差不多。但是看到你只能在舞蹈放空着。坐着盯着我们排练的时候，羡慕又蠢蠢欲动的眼神，还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吧。还记得前2天你因为多走2步头晕发热，坐在地上久久不能回神，你对我说我不会走不回房间了吧？又记得几百米的路都因为走不完而斥巨资打车，你对我说太奢侈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命运好像从来都对你很坏，从你出道起就没过过安稳日子。人们总说触底反弹，可在我眼里的你好似就从未反弹过。好了，不提啦，你肯定不让我说。你总是想在你粉丝宝宝面前展现你体面的样子，在你粉丝面前就连一句减肥都不允许我提。你说要让他们好好吃饭，不要说减肥那些东西。那是我觉得你最伟大的时候，无论多么深的阴影，多大的委屈，多少负面情绪，你都会选择积压在自己心底默默消化，不会展现一点，除非欺负你粉丝了，你才会大发雷霆。呵呵，做你粉丝有福啦，就像被保护着小公主一样。这么说的话，或许称呼你为骑士，这个称呼是不是更加适合你？明明你只是一个想要好好跳舞的偶像而已，但你真的很笨，小小的脑子里装不下一点勾心斗角，全是你那点朋友义气。你真的很幼稚，被狠狠伤害也只会手足无措地缩成一团，无声的呼救。你也很脆弱，身体和心理都是。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，没有我你怎么办呀？长话短说吧，冲吧杨秋野，干碎一切造谣流言偏见。你值得最好最美最闪耀光辉的舞台，你值得周围最纯粹的善意。相信你已经猜到我是谁啦，你欠我的超帅双人舞可一直记着呢，快快好起来吧。好，来我们姐，还有一点，这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他读一半突然有穿插。还有一点，你让他们一点吧，先来一点。好，小野，开头正感动着。好，小野，开头我想给你许2个最普通的愿望，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愿望是希望你身体健康，不再经历病痛的折磨，希望你天天开心，不再一个人默默地流眼泪。刚知道你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你，那个时候感觉大家都不喜欢你，但作为没有和你接触过人来讲，一直是保持着中立又疑惑的一种态度吧。直到后来和你接触的越来越多了，开始从你口中了解很多事情，我觉得你真的受了很多的委屈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和表面看起来一样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和表面看起来一样一个大大咧咧的人，直到有一天你在我面前诉说你的委屈，在我面前流眼泪，可能那一刻是我真正感觉到，原来你是一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女孩。你总是会顾虑很多事情，会在所有人开口或是要被你知道的时候，都要去帮忙安慰别人。你真的很讲义气，同时你真的很死脑筋。可恶，这3个字只有一个是我现在真正想说的。从我出道和你认识到现在，你变了很多，但又好像没变。从一个开朗不服输的杨秋野，变成了一个敏感会流眼泪的杨秋野，又变成了一个接受了所有事情内心平静的杨秋野。好吧，不管是哪一个，都是会照顾我，会关心我，会在我想吐槽的时候和我一起吐槽，会在我很委屈的时候一直安慰我。你一直很宠我，你真的很宠我。我感觉无论我和你说什么，你都会支持我。你的共情能力很强，你总能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你，但你很努力。你知道你跳舞是弱项，所以更加好好的练舞，你做到了呀。你看，你也没有比别人差，你长得又好看，性格又好，有时候真的有点暴躁，但没有对我发过一次脾气。
还有就是真的我为你感到可惜，你今年明明是可以更好的，有时候觉得你真的很励志，即使这样你依然没有抱怨过一句，只想怎么样才能够弥补。小野加油，你还小呢，我相信你，你很有潜力的。不管有多少人不把你当小孩，我都会把你当小孩。你不应该去懂得那么多事情，一个人承受下来所有的委屈和压力。我知道很多时候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不在你身边，只有我在的时候，你才会来找我和我倾诉。感觉你这2天是不是不开心啦？居然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以为我要上11的公演，说自己尽量上11号的公演。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傻掉了。我知道你的身体肯定不可以的，还没有恢复好，但我也没有继续问下去啦，只是我的第6感啦。让我一直听你的碎碎念吧。还有，我听说你要来N队接任了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哈哈，我要打广告了，N的前辈都超级好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队伍呢。有事欢迎你，希望你接任的开心。有事就直接发消息给我讲，不要害怕，我在忙。忙的时候也会抽空看的哟。我不害怕你会难过，我只害怕你难过的时候我不能陪着你。小野加油加油，祝你身体快快好起来哟。好，谢谢我们闪。谢谢父亲来自我们珊珊。哎呦，不哭不哭，哎，没事啊。我们杨秋野真的是很努力啊。刚刚在台下看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，我都吓死了。我看杨秋野在台上这么蹦啊，不是还围着蹦呢。我说哇塞，太辛苦了，杨秋野，大家都要多多关心我们杨秋野。然后呢，也希望我们杨秋野的粉丝宝宝们也可以多多的爱护他，多多关心他一点，然后也要一直喜欢他。耶。